你以为亚马逊的核心竞争力是电商和云计算？错了，它正在悄悄压住一个能决定未来10年 AI 战争胜负的终极武器。这个武器不是更先进的芯片，也不是更聪明的大模型，而是一家看起来和科技毫不沾边的核电厂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你会彻底搞懂为什么亚马逊要砸几十亿给一家成立不到20年的核能公司。第4代核能到底解决了传统核电半个世纪都没解决的致命问题。X-Energy 这家公司的护城河到底有多深？它的商业天花板究竟在哪里？以及如果你想关注这个赛道，应该避开哪些90%的人都会踩的坑？现在 AI 发展的有多快，不用我多说了吧？你每天用的聊天机器人，你刷到的 AI 生成视频，还有那些正在快速落地的自动驾驶，背后全都是靠海量的算力在撑着。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，算力的尽头是电力，没有足够便宜、足够稳定、足够多的电，再先进的芯片也只是一堆废铁。你觉得核能会成为 AI 时代的终极能源吗？还是说太阳能和风能最终会胜出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我会仔细的看大家的留言，如果遇到问题，我都会及时回复。就在上个月，一家叫 X-Energy 的公司正式登陆纳斯达克，上市首日股价直接暴涨了接近27%。这个涨幅在现在的市场里其实不算特别夸张，但真正让整个投资圈炸锅的是它背后的股东名单。亚马逊直接持有它大约24%的股份，是最大的外部股东。还有被称为女版巴菲特的木头姐，在上市前后疯狂扫货，一口气买了400万股。你想想，亚马逊是什么级别的公司？它什么生意没见过？什么高科技没投过？它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砸在一家看起来又老又慢的核电厂上？这绝对不是一时兴起。但你猜最奇怪的是什么？几乎所有的媒体报道都只在说它是一家核能公司，说它技术很先进，说它有政府补贴，但没有人真正讲清楚亚马逊到底图它什么，也没有人告诉你这家公司其实根本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业企业，它背后站着的是整个美国的国家意志。我先给你交个底，我研究这家公司快1个月了，一开始我也觉得不就是个搞核电的吗？能有多大出息？但越研究越觉得后背发凉，它根本不是在做一个新的核电厂，它是在发动一场能源领域的范式革命。如果它真的成功了，未来10年整个世界的能源格局，甚至整个 AI 行业的竞争格局都会被彻底改写。讲到这里，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开始重新思考 AI 和能源的关系了，那就顺手点个赞，说明你已经抓到了这个问题最核心的本质。很多人对核电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切尔诺贝利核福岛，一提到核电，第一反应就是危险、污染、爆炸。说实话，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，直到我深入了解了 X-Energy 的技术，我才发现原来我们对核电的认知已经落后了整整2代。传统核电最大的3个痛点就是贵、慢、险。先说贵，一个传统的大型核电站建设成本动辄几百亿美元，而且几乎没有不超支的。再说慢，从立项到建成发电，少说也要10年，多则15年甚至20年，很多公司等不起也耗不起。最致命的还是险，不管技术怎么改进，传统核反应堆用的都是高温高压的设计，只要冷却系统出问题，就有可能发生堆芯熔毁。然后就是灾难性的核泄漏，这3个问题就像3座大山一样，压了核电行业半个多世纪。也正是因为这3个问题，全球核电的发展一直非常缓慢，很多国家甚至直接放弃了核电。但 X-Energy 的出现，好像一下子把这3座大山全部搬走了。它用的是第4代核能技术，核心是2个东西，一个叫 Triso-X 的特种核燃料，另一个叫 Xe-100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。我先给你讲这个燃料，这才是它真正的杀招，也是我觉得它和所有其他核电公司最不一样的地方。Triso-X 燃料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球，直径只有不到1毫米，比一粒沙子大不了多少。但这个小球的结构极其复杂，它有4层不同的陶瓷材料包裹着最核心的铀燃料，每一层都有不同的作用，有的用来阻挡裂变产物，有的用来承受高温，有的用来提供结构强度。最关键的是，这种燃料的熔点超过了1600摄氏度，而 X-Energy 的反应堆正常运行的时候，核心温度最高也只有1000摄氏度左右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哪怕反应堆的冷却系统完全失效，哪怕所有的安全设备都坏掉了，哪怕没有人管它，这个燃料球自己也不会融化，它会自己慢慢把热量散发出去，绝对不会发生堆芯熔毁，更不会有核泄漏。这不是理论，这是已经被实验验证过的事实。
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做过无数次极端测试，把这种燃料加热到远超过正常运行的温度，甚至直接暴露在空气中，它都没有破裂，也没有释放出任何放射性物质。说白了，它从物理材料的层面彻底消除了核泄漏的可能性。这就像给核燃料穿上了一件永远不会破的防弹衣，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对核电的恐惧。你先记住这个点，后面它会突然变得很关键。更厉害的是 X-GEN Energy 还拿到了美国50年来第一张商业核燃料的生产牌照，也就是说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它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家能大规模生产这种安全核燃料的公司。这个稀缺性你自己体会一下。很多人说技术再好拿不到牌照也没用，这句话在核电行业尤其正确。核电是全世界监管最严格的行业，没有之一。一张牌照有时候比技术本身还值钱，解决了安全问题，就解决了不敢投的问题。接下来就是解决贵和慢的问题，这就要说到它的第二个核心技术——小型模块化反应堆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SMR。传统的核电站都是在现场一点点建起来的，从挖地基开始，到安装反应堆，再到调试运行，整个过程极其复杂、极其漫长，而且非常容易出问题。但 X-GEN Energy 的做法完全不一样。它的 XE-100反应堆所有的核心部件都是在工厂里预制好的，然后像拼乐高一样运到现场直接组装。你想想这中间的差别有多大？工厂化生产意味着标准化，意味着质量可控，意味着成本可以大幅降低，而且建设周期也会大大缩短。一个传统核电站要建10年，而一个 XE-100反应堆从开工到发电只需要3年左右的时间。这还不是最绝的，最绝的是它的模块化设计。一个 XE-100模块功率是80兆瓦，大概能满足8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。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装一个模块，也可以装4个、8个甚至更多的模块。想要扩容的时候，直接再加几个模块就行，不用重新建一个新的核电站。这就像你买充电宝，你可以买1万毫安的，也可以买2万毫安的，不够用再买一个。而传统核电就像你只能一次性买一个10万毫安的，而且要等10年才能拿到货，还不能退。是不是听起来很正常？问题就出在它太正常了，正常到你会觉得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为什么以前没有人想到？其实不是没有人想到，而是以前做不到。传统的大型反应堆技术上就不可能模块化，只有第4代的高温气冷堆才能做到这么小的体积、这么高的安全性、这么灵活的设计。而且 XE-100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，就是它可以不停机换料。传统核电站每18到24个月就要停堆一次，更换燃料，每次停堆都要几个月的时间，这期间是没有任何收入的。而 XE-100可以在运行的同时，一点点更换燃料球，完全不需要停机。这意味着它的利用率会比传统核电站高很多，运维成本也会低很多。我给你算一笔账。传统核电站的度电成本大概是每千瓦时6到8美分，而 X-GEN Energy 说他们的 XE-100大规模量产之后，度电成本可以降到每千瓦时3美分左右。这个价格已经比现在的煤电和天然气发电还要便宜了，而且还是零碳排放的。如果这个成本真的能实现，那它对传统能源的打击绝对是降维打击级别的。但你知道吗？这还不是 X-GEN Energy 最有想象力的地方。很多人只看到了它的发电能力，却没看到它真正的杀手锏——高温蒸汽。XE-100反应堆正常运行的时候，可以产生565摄氏度的高温蒸汽。这个温度有多重要？我可以这么说，它直接把 X-GEN Energy 的客户群从电网公司扩大到了整个重工业。传统的核电站产生的蒸汽温度只有300度左右，只能用来发电。但很多重工业生产过程需要的是更高温度的蒸汽，比如石油精炼、化工生产、海水淡化，还有现在非常火的滤清生产，都需要500度以上的高温蒸汽。以前这些行业的高温蒸汽几乎全部都是靠烧天然气或者煤来产生的，不仅成本高，而且碳排放非常大。现在 X-GEN Energy 可以直接给他们提供零碳的高温蒸汽，而且价格还更便宜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 X-GEN Energy 不再只是一个卖电的公司，它变成了一个整个工业体系的能源核心。它可以给化工厂供蒸汽，给炼油厂供蒸汽，给海水淡化厂供蒸汽，给制氢站供蒸汽。这些市场的规模比单纯的发电市场要大得多得多。我举个例子，现在全球滤清市场正在快速增长，滤清就是用可再生能源电解水生产的氢气，被认为是未来最有潜力的清洁能源之一。但现在滤清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太高，其中电力成本占了总成本的70%以上。
如果用 X 减 Energy 的核电来电解水制氢，成本可以降到每公斤$1以下，这个价格已经和现在的灰氢用天然气生产的氢气差不多了。一旦氯氢的成本降到这个水平，它会立刻在很多领域取代化石燃料，比如重型卡车、船舶、飞机的燃料，还有钢铁、水泥这些高耗能行业的生产，这是一个几万亿美元的市场。所以你看 X 减 Energy 的商业天花板根本不是几个核电站那么简单，它是在重构整个全球能源的供应体系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真正影响你的可能根本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东西，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去核电站上班，也不会直接买 X 减 Energy 的电。但如果它的技术真的普及了，你用的每一度电，你加的每一升油，你买的每一件商品价格都会变得更便宜。讲到这里，如果你也觉得这个技术真的能改变未来的能源格局，先点个赞收藏一下，不然后面讲到它的隐藏身份和风险的时候，你可能真找不回来了。现在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，亚马逊为什么要投资 X 减 Energy？ 很多人说亚马逊是为了给它的 AWS 数据中心供电，这个说法没错，但只说对了一半。现在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正在以一个非常恐怖的速度增长，一个大型的 AI 数据中心用电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，而且这个增长还在加速。按照现在的速度，到2030年，全球数据中心的用电量会占到全球总用电量的10%以上。亚马逊作为全球最大的云计算服务商，它的 AWS 数据中心遍布全球，它现在最大的痛点不是没有客户，而是没有足够的电来支撑这些客户的需求，很多地方的电网已经根本接不住这么大的用电负荷了。亚马逊如果不能解决电力问题，它的云计算业务的增长就会直接碰到天花板。所以亚马逊投资 X 减 Energy 本质上是在给它的数据中心买一份用电保险，它需要一个稳定、便宜、零碳的电力来源来支撑未来10年甚至20年的 AI 算力增长。而且核电是24小时不间断供电的，不像太阳能和风能受天气影响很大，需要配大量的储能。对于数据中心这种对电力稳定性要求极高的场景来说，核电几乎是唯一的选择。但我觉得亚马逊的野心远不止于此。如果 X 减 Energy 的技术真的成功了，亚马逊不仅可以解决自己的用电问题，它还可以把多余的电卖给其他公司，甚至直接进入能源零售市场。到那个时候，亚马逊就会变成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，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能源公司。这个想象空间有多大？这还不是最离谱的。我接下来要讲的东西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这家公司的认知。X 减 Energy 根本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业公司，它是美国在 AI 时代保持能源领先地位的影子代理人。你看看它背后的支持者就知道了。美国能源部直接给了他12亿美元的研发补贴，这是美国政府有史以来给私营核能公司最大的一笔补贴。而且他还和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、爱达荷国家实验室这些顶级的国家实验室有非常深入的合作，很多核心技术其实都是这些国家实验室先研发出来，然后交给 X 减 Energy 来商业化的。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他很清楚 AI 的竞争本质上是能源的竞争，谁能拥有最便宜、最稳定、最安全的无线电力，谁就能在 AI 战争中占据绝对的优势。如果美国在能源上落后了，那么它在芯片、AI、云计算上的所有优势都会荡然无存。所以美国现在正在全力推动核能复兴，而 X 减 Energy 就是美国核能复兴计划的核心载体。它不仅要给美国的 AI 数据中心供电，还要给美国的工业供电，还要给美国的盟友供电。它要把第4代核电技术变成美国的一张新的王牌。这让我想到了另一家公司 Palantir。Palantir 是一家做数据分析和情报软件的公司，它的主要客户就是美国政府和军方。很多人说 Palantir 是美国的影子情报部门，而 X 减 Energy 就是美国的影子能源部门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表面上是私营商业公司，但实际上承担着国家战略级的任务。他们能拿到别人拿不到的政府订单，能拿到别人拿不到的政策支持，也能拿到别人拿不到的资金。这种背景是任何其他商业公司都无法比拟的。当然，也有人说这种公司很容易变成政府的附庸，失去商业活力。但我觉得在核电这种高度监管、高度依赖政府的行业，有政府背景反而是一个巨大的优势。没有政府的支持，任何公司都不可能在核电行业取得成功。你先别急着激动。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已经开始心动了，觉得这是一个10年一遇的投资机会，但我必须给你泼一盆冷水。
任何看起来完美的投资机会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风险。X 减 Energy 也不例外。我先给你一个大致的估值范围。到2030年，如果一切都非常顺利 ，X 减 Energy 的市值有可能达到300到400亿美元。如果是中性情况，大概是150到200亿美元。如果情况不好，可能只有30到50亿美元。这个差距非常大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？因为核电行业有一个通病，就是延期。几乎所有的核电项目没有一个是按时完工的，少则延期1-2年，多则延期3-5年，甚至更久。X 减 Energy 的第一个商业核电站计划是2028年投产，但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，它大概率会延期。延期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成本会大幅超支，意味着收入会推迟，意味着现金流会变得非常紧张。对于一家还没有任何收入的初创公司来说，这是非常致命的。如果延期太久，它可能需要不断的融资稀释现有股东的股份，甚至有可能资金链断裂。第二个风险是大客户的变数。X 减 Energy 现在的主要订单都来自于亚马逊和其他几个大公司。如果未来 AI 的发展速度不如预期，或者这些大公司的用电需求增长放缓，他们很可能会推迟或者取消订单。这对 X 减 Energy 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第三个风险是监管风险。核电的监管非常严格，任何一点小问题都可能导致整个项目暂停。而且公众对核电的态度也非常容易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。如果哪个地方发生了核事故，哪怕和 X 减 Energy 的技术没有任何关系，也会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，也会影响 X 减 Energy 的股价。还有一个很多人都没注意到的风险就是竞争。现在全球有很多公司都在搞小型模块化反应堆，比如比尔盖茨投资的 TerraPower， 还有通用电气、西屋电气这些传统的核电巨头。虽然 X 减 Energy 现在暂时领先，但这个行业的技术迭代非常快，谁也不能保证它能一直保持领先。所以我一直说 X 减 Energy 是一个非常好的长线观察对象，但绝对不是一个短线上车就能翻倍的神话。如果你抱着炒短线的心态进来，你大概率会亏得很惨。这个行业需要耐心，需要你能拿住5年甚至10年。而且你一定要记住，投资这种早期的科技公司风险是非常高的，你只能用你亏得起的钱去投资，绝对不能加杠杆，绝对不能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。我个人的看法是，第4代核能是未来能源发展的必然趋势，它解决了传统核电的所有痛点，也解决了可再生能源间歇性的问题。它是目前人类已知的唯一能同时满足大规模、低成本、稳定、零碳这4个要求的能源。但趋势是一回事儿，哪家公司能最终成功是另一回事儿。X 减 Energy 现在走在最前面，它有最好的技术、最好的股东、最好的政府支持，但它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依然有很多的不确定性。10年之后，当我们回头看今天的 AI 大战，可能会发现，真正决定胜负的不是谁的芯片更先进，不是谁的大模型更聪明，而是谁能拥有最便宜、最稳定、最安全的无线电力。到那个时候，你觉得 X 减 Energy 会站在舞台中央吗？如果这期视频让你对 AI 时代的能源竞争有了新的认识，订阅一下。后面我还会继续拆这种看起来简单，其实水很深的科技投资话题，帮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本质。最后提醒大家，本期视频所有内容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不管是投资股票还是其他任何东西，都请你自己做好研究，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，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理性判断。投资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。